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关于艺术这个话题。那我一般呢，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约朋友去这个美术馆去陶冶一下情操，感受一下艺术氛围。我觉得成为一个艺术家呢，可能必须要具备这么几个特质：一个是敏锐的感受，熟练的技能，强于他人的想象力以及丰富的情感。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具备这些特质啊，我也不太适合当一个艺术家。那我们知道，艺术其实是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据我所知呢，艺术呢包括这个音乐呀、文学呀、影视呀。然后还有这个建筑呀、雕塑啊这些。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艺术形式呢，还是绘画。为什么说喜欢绘画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个内心的想法呢，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呢，你可以用画作去表现一些内心的想法。嗯，关于涂鸦艺术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应该还是都比较喜欢涂鸦的，毕竟它这个。强烈的色彩以及这个视觉效果带来的这个冲击，每次都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这个雕塑应该是这个我见过的，应该叫这个故宫的九龙壁，它是一个这个石壁。为什么说它是最著名的雕塑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龙呢雕刻的极为精美，栩栩如生，就好像这个活的龙在这个墙壁上一样。我最喜欢的艺术家呢就是梵高。梵高呢，他是这个印象派的这个代表画家之一啊。最喜欢的作品呢叫做向日葵，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画作呢特别富有想象力，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我认为艺术对社会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艺术呢，它是对于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色彩呢又属于这个艺术的一种。我觉得色彩呢可以会让人们的这个心情变好，让这个人们觉得世界是这个五彩斑斓的，生活呢是多姿多彩的。我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画画，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动漫啊，所以特别喜欢里面的这个卡通人物，经常会自己这个临摹一些这个卡通人物，但是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培训，只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画作呢，在我的印象里呢，应该是徐悲鸿的《骏马图》。徐悲鸿呢，是这个中国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那么，为什么说他的这个奔马图是著名的呢？是因为他采用了这个豪放的这个泼墨技术，还有这个劲秀的线描写意方法呢，就刻画出了这个马的神韵和它的气质。那奔马呢，强壮有力，生机勃勃。不仅呢可以表现出马的精神和特征，那么更是赋予了这个画家自己的个性和理想。那还有一幅比较著名的作品呢，应该是齐白石的虾。为什么说齐白石的这个虾也是可以说和这个徐悲鸿的这个奔马图呀是并驾齐驱的。因为这个齐白石啊，他画出来的这个虾可以说是栩栩如生，情趣盎然。它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墨色，就是墨的颜色呀和笔痕，来表现出这个虾的结构和质感。那就他用这种方法呢，表现出了这个虾的形态呀、神韵呐，包括它的活泼以及这个生命力。齐白石跟徐悲鸿呢，都是我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美术作家，也可以说是这个美术的奠基人之一。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艺术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声。相声呢是始于清朝同治年间，是一种民间的说唱艺术。它是以说、学、逗、唱4个方面来突出其特点。那么相声的发源地呢有3个，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天津呢，就是它的发源地之一。天津呢作为一个曲艺之乡呢，也被称作哏儿都。那哏儿呢是天津的一个方言，其实就是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另外2个发源地呢，分别是北京和南京。那相声的表演形式呢，可以分为这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单口相声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表演，而这个对口相声呢，是需要2个人搭配来完成这个表演。那么这2个人搭配呢，我们一个叫做捧哏，一个叫做逗哏。而群口相声呢，是需要3个或3个以上人来完成表演。我们知道这个相声呢，多是源于生活，所以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说到最有创造力的国家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什么是创造力。那创造呢，可以说是人类与动物一条很明显的分水岭。那创造力呢，它也是这个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可以说这个创造力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质。我个人觉得，其实中国呢就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国家。那么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这个发明呢，就是创造了这个4大发明，有造纸术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那我们知道这4项发明呢，也是中华民族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伟大技术成果。它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造纸术的这个发明呢，使得后来的这些文献呀、书籍呀得以保存。那么指南针呢，使得这个水手啊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可以掌握一个方向。火药呢，使人们从这个冷兵器的使用呢，过渡到了一个热兵器。印刷术呢，也是使这些著名的典籍呀、文献呀有一个快速的传播，也不至于是我们知道古代经常会抄书啊。那么这个印刷术的发明呢，也可以避免这个错抄、漏抄这些错误。所以我觉得中国呢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国家。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日本也是一个比较富有创造力的国家。我们都知道日本呢，它是以这个机器人而闻名，而且我觉得日本人他的这个设计的东西呀，还有这个制造的东西特别的人性化，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很好的去考虑到了这个人们去用时的这个感受。那说到这个艺术啊，可能说到艺术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词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它可能比较昂贵。为什么觉得艺术会比较昂贵呢？因为这个时代的不同，大家对于艺术的这个诠释和突破还有理解呢，也会有所不同。我个人觉得艺术的其实是一种不被限制，然后没有界限，有无限可能性的这么一种形式。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界限比较模糊，所以大家呢也比较是这个心之所向吧，所以才就算是它比较昂贵呢，也想去这个高价得知吧，算是。我身边呢其实也有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是搞绘画这样一个朋友，我觉得他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具备这个艺术家的特质啊，就是有这个很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情感很丰富，他的情感很细腻，他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以及这个我们说叫生活的仪式感，有特别强烈的这种表现形式。